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今年东南亚的 IPO 市场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整体募资额大涨，规模扩大，但真正笑到最后的却是 IPO 数量最少的新加坡。你没有听错，新加坡今年仅仅9家 IPO， 却拿下了全区域最高的16亿美元募资额。这背后不仅是资本市场的竞争，更反映新加坡如何在动荡的全球金融环境中重新确立自己的战略位置。它既不是靠上市数量取胜，也不是靠新企业的热潮，而是靠着自己独特的市场结构、监管体系以及对国际机构资金的吸引力，成功成为区域企业和跨国资产的最佳停靠港。那么这个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新加坡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东南亚资本市场中脱颖而出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揭晓了。新加坡今年的 IPO 表面上看不多，但实际上非常符合它一贯的资本市场战略方向，那就是打造少而大高质量、高透明度的上市生态。所以相比印尼、马来西亚追求更多企业上市，新加坡从来不走数量路线，而是精准吸引大型跨国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区域龙头公司来这里募资，尤其是 REIT 更是新加坡的看家本领。今年2只 REIT 就占了 88% 的募资额，再次证明新加坡在资产证券化方面的绝对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并不是偶然，它是新加坡长期坚持监管稳定、税制透明和国际信任的结果。如果你仔细看东南亚今年的 IPO 数据，会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那就是募资金额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大型项目上，而推动这波趋势的正是私募基金。配合主权基金现在更倾向让旗下优质资产走向大型资本市场，而新加坡恰好是区域唯一能承载大体量 IPO 的市场。不论是估值体系、机构投资者、结构监管可信度，还是国际曝光度，新加坡都比区域内其他市场更具优势。更关键的是，私募基金正在重新把新加坡当成退出渠道，而不是只盯着美国或香港。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科技、消费、医疗基础设施相关的区域公司选择新加坡上市。这不只是资本回流，而是对新加坡市场重新定价。它告诉我们，在东南亚能做大规模 IPO 的地方只有新加坡。东南亚资本市场今年出现的另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市场重点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这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挑战，却是新加坡的最好机会。因为新加坡最擅长的就是承接高质量发行人。当科技数据中心、医疗消费成为 IPO 热门领域，新加坡拥有最成熟的投资社区，最适合这类公司成长的估值体系，也具有连接亚洲、欧美机构投资者的独特优势。更重要的是，区域企业海外上市数量正在增加，但他们不可能都跑去美国。未来的趋势很可能是旗舰业务在美国上市，区域资产 REIT 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等在新加坡上市。换句话说，新加坡正在成为第2上市和资产证券化的天然枢纽。随着东南亚经济体变得更成熟、更机构化，新加坡将成为整个区域资本循环的中心节点。少而大稳健增长的 IPO 结构很可能会成为新加坡未来3到5年的常态。我们将看到更多数据中心 REIT、区域科技公司、医疗健康企业、数字基础设施资产来到新加坡上市。资本市场回暖将反过来强化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也会推动更多企业在新加坡布局运营、研发和区域总部，进一步加深它在东南亚的产业影响力。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东南亚的 IPO 市场才刚刚开始，但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期。你认为新加坡能持续保持领先吗？还是其他国家会迎头赶上？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
请为我们点赞、转发、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